我覺得旅行當中一定要保持一種像小孩子一樣的好奇感，才會變得有意思。在這裡，狂風揉碎雲朵，暗色熔岩構築異星地表。在這裡，綠色不含溫潤，卻如同氧化的青銅，寸寸侵擾荒丘。焦土凝固，岩體粗礪。錯落乾涸的火山坑洞布滿視野，如同月球表面。來自海洋的味道。在這裡，絕壁斬斷怒濤，碧波翻捲，浪花如雪，尖張高崖如巨刃般嵌入大西洋的腹地。在這裡，層巒斑駁，巨藍轟鳴，熒光綠浪不知疲倦地研磨礁石。此刻落日融金，岩壁晃光，所有色彩於此都盡失風華。這一次，我將帶你們撥開大西洋的迷霧，開啟一段異星地表的星際遠征。落地蘭澤羅的時候是傍晚，抵達酒店時已經是夜裡。好美啊！今天就是我們在蘭澤羅特第一個完整的一天。現在我們趁着天氣好，去一趟海邊吧。蘭澤羅特位於加那利群島的東北角，距離非洲大陸僅有125公里，隔海相望。這裡也是西班牙加那利群島中最具有科幻感和原始張力的一座島。與大多數黃金海岸不同，蘭澤羅特擁有眾多火山島獨有的深色海岸。來自海洋的味道，哇！當我們走進這片海岸，大西洋的拍岸驚濤碎成漫天白沫，在海灘上推動着一層層轉瞬即逝的白色年輪。而千萬年的沖刷與地質演變，也造就了這黑白割裂的大洋海岸。好特別！你們看這個，下面是石頭，下面好像是土壤一樣感覺。這些紫紅色的岩石，就是其獨特的地理環境的產物。而懸崖一頭的雙絲湖，正在烈日的照射下，折射出絢麗的光彩。前面就是黑沙灘，哇！啊，這個水是綠色的，天哪，絕了！我的天哪，這也太外星了吧！一邊是洶湧澎湃的大西洋藍，另一邊是被火山岩壁死死包圍、精密如鏡的魔幻碧綠。黑沙來自火山，藍海來自大西洋，紅岩與翠湖則記錄着歲月的膠著。我们離開海岸，來到了陸區。這裡是蘭澤羅特的內核，一片由黑色熔岩和墨綠火山原野統治的地質廢墟。我們現在走進了一個蘭澤羅特上300年前形成的火山區，算比較年輕。這是一片黑色的火山岩海，由大面積粗糙、尖銳且漆黑的渣狀熔岩組成。在這片極度乾旱且猙獰的岩石表面，生長着一層層墨綠或灰綠色的地衣。這個島上的地貌真的好外星。這種地衣不需要土壤，僅依靠海風帶來的濕氣和霧水，就能在堅硬的火山岩上扎根。黑與綠的色彩對比，賦予了這片土地一種蒼涼、
神秘與充滿生命力的外星質感。這裡又是熱的太陽輻射加上冰涼的風的結合，感覺蘭澤洛特不像其他的加那利群島的其他的島，就是火山口不高很矮，但是好多，給你們看看我現在在看的風景，就好多全是小小的火山，有意思。造成这個的原因是這裡的地下岩漿不是順着某一個固定的大煙囪往上噴，而是順着一條長達幾十公里的地殼裂縫噴湧出來，最終形成了一排並列的相對獨立的小火山，也造就了蘭澤洛特特有的小火山群景象。我覺得旅行當中一定要保持一種像小孩子一樣的好奇感，才會變得有意思。因為我知道有些人就覺得，哎呀，這不就是土嗎？不就是山嗎？不就是草嗎？但是實際上每個地方有自己的歷史，每一個地方都很特殊，很不一樣。如果你保持一種好奇感，你會發現很多東西都是很有趣的。哦，它好軟啊！它是有那種很短的那種毛毛，軟軟的。最讓人詫異的是，當我們向火山口靠近，植物反而變得多了起來。全是鋪滿了各種花草的一個火山坡，好美。原因是火山口下方堆積的細小且多孔的火山石，像海綿一樣能吸附夜間的空氣，鎖住露水。同時，山體還能阻擋強烈的大風，為植物提供了天然的保溫和避風的環境。前方能看到這個火山的一邊都塌了。今天早上沒多久剛下完雨，所以這個風吹過來不僅僅是海洋的味道，還有剛下完雨的土壤的味道，還挺香。獨特的地理環境以及大西洋性風，讓這裡的雲層瞬息萬變，能看到雲在這座山上面跑的痕跡。哇天！果然，哇！我們走到了火山口邊緣這邊，它給人一種非常古老的感覺，非常的壯觀。經過上一次亞索爾群島旅行以及這一次加那利群島旅行，看到過不少的火山口，很多都是比較平、很寬，就是比較淺，但是這一個就是非常的深和比較窄。一個巨大的碗。風也太大了吧！這裡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感受風的力量的地方，都可以躺上去，然後浮起來。從火山口下來，我們打算向眼前那片最高的山坡進發，去俯瞰山野全景。哇，這
這個地方太美了，真的是跟假的一樣。前面這條路就好像拿了一支紅色的筆畫出來的，好好看。與大多數情況一樣，山頂的風光總是不會讓人失望。還有一個坡。站在高點，放眼望去，眼前的這片土地的異性氣息愈加真切與濃烈。雲影飛速掠過地表，風聲呼嘯，原野斑駁。這或許就是朗扎羅特硬核的異性浪漫，而我仿佛一名墜入全新世界的宇航員。现在来到了一个海滩，这里有好多 surfers。我在想，我以後也想學衝浪，所以想來看一下這裡學衝浪多少錢。基本上就是一節課50歐嘛，2個小時 ，2 hours surf lessons。哦，如果4個小時就70歐一節。對，但是這個是 group，private lessons 就更貴了。但是 group 可以。這樣的學時費用在消費比較高的歐洲不算貴，所以這裡可以說是衝浪愛好者的天堂。衝浪小鎮出太陽了，這種感覺也挺棒。哇！而隱藏在衝浪小鎮的背後，便是它的訓練基地。哇！陡峭懸崖拔地而起，海洋的碧綠波濤捲起暗沙，而礁石間激起的漫天碎花，讓遠處的崖巒虛實交錯間，猶如海市蜃樓懸浮在世界的盡頭。遠處的斷崖橫亘在海岸的盡頭，如同刀劈般的斷層面，呈現出層層疊疊的地質年輪。不同的沙子的顏色形成的紋理好漂亮，大自然的魅力。我還挺喜歡在海邊這樣走着走着找一些有趣的東西。剛找到了這個貝殼和這個藍色的小石頭，只有它一個在這兒藍色的，其他都是黑色的和棕色的。我覺得找石頭讓我覺得心裡好平靜，你就只是在觀察你眼前的東西，認真沉浸在找石頭這件事情裡邊，我覺得就立馬讓我腦子空空的，什麼都不想。非常的放鬆的一個過程。我要是有一點學會了衝浪，我也想來這兒衝，太壯觀了，兩邊都是山，絕了！遠處還能看到好幾個火山口，果然有人來這兒衝浪，還有一個人要一起加入。
現在去下一個地方。啊，還有隻小狗狗，嘿嘿嘿，我好喜歡狗狗，不能錯過。Hello， 嘿嘿 ，Hello， 小朋友，一點都不理。而就在我們打算離開時，一場壯麗的黃昏點燃了這片異性荒原。正值黃昏的交界，大西洋的陰霾正在被殘陽一點一點地揉碎，一道橫跨天際的巨幅彩虹出現在半空。哇！彩虹，好漂亮！天哪！碎镜般的流光，最終精準而孤獨地灑落在遠處海邊的100米懸崖之上。哇，是我見過最漂亮的風景。此刻，讓我們一起享受這短暫的日落時分吧。從純粹的原始自然環境中抽身，我們來到了傳奇的拉戈馬爾博物館。哇塞，有點意思。這房子的一部分實際在這個洞裡。走進這座自然與人類融合的建築，你會發現曾經黝黑熾烈的玄武岩已經發紅氧化，並且成了許多鳥的歸宿。那些蘭扎羅特傳統鄉村的白色牆面泛着綿密而質樸的微光，與周圍粗獷而有張力的岩壁形成了強烈的對峙。這個房子應該算是很特別的，但是它也有非常代表性的蘭扎羅特島建築設計風格。漫步其中，你很難再想象1000年前地心熔岩在這片土地上奔湧肆虐的狂暴模樣。如今，白牆綠植交織在一起，將曾經的火山廢墟重構成了極具庇護感的溫暖住所。我覺得這裡有點像中國的蘇州園林，不過在中國是把自然帶到建築裡，這裡是把建築帶到了自然裡。一方是絕對的靜止與蒼白，一方是曾經澎湃的黑暗與狂野。白牆如球，紅顏四布，走進這裡便如同進入了一個有光線之城的夢境。這裡的路燈都是這個樣子的，有點意思。這還賣甜甜圈。我現在在蘭澤羅特的葡萄酒場上，這裡的種葡萄的方法非常有意思。他們會給每一棵小葡萄樹挖出一個洞，然後建一個小牆。而這些一個一個的小坑，遠處看起來非常的有趣。這些圓坑是為了穿透厚厚的火山灰，把葡萄種在底下原本肥沃的土壤裡；而半圓形火山石牆，則是為了擋風，讓脆弱的葡萄藤不被大西洋的強烈狂風連根拔起。極目遠眺，成千上萬個圓坑
如同被尺子精準丈量過一般，以一種近乎偏執的秩序感，向着地平線無限延伸。深色規整凹陷圓坑，卻又如同月球表面的隕石坑矩陣。我們趁着落日余暉，驅車前往拉扎洛特那絕美的斷崖海岸。這是什麼神仙的地方？天哪，太美了吧！在這裡，海濤翻湧，岩壁激起浪花，狂風撕扯一角。地平線的金色餘暉，溫柔地撫平了斷崖的鋒利稜角，把大西洋最狂暴的怒吼，在暮色中化作一場獻給勇敢旅人們的平靜又盛大的謝幕禮。